拜登今年上台后，停止了特朗普时期谩骂式的对华攻击，元首外交给中美关系提供了最坚定指引。中美正在探索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范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明显感觉到美方在用所谓三分法，企图重塑中美关系，即该竞争时就竞争，能合作时就合作，需对抗时就对抗。对此，国委员兼外长王毅本周在2021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进一步正面亮明中国态度。中方的态度一贯而且明确，要对话可以，但应当平等；要合作欢迎，但应当互惠；要竞争无妨，但应当良性；要对抗不惧，将奉陪到底。王毅表示，年初以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拜登总统2次通话，近期又举行首次视频会晤。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战略框架，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把舵引航。双方外交代表在安克雷奇、天津、苏黎世、罗马等多个场合深入沟通。中方点出影响中美关系的症结和要害所在，亮明3条底线，打出2份清单，强调中国不承认这个世界上还有高人一等的国家。美国应当改掉动辄干涉中国内政的老毛病，要求美方不得挑战中国的道路和制度，不得阻挠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得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我们要求美方要放弃动辄干涉中国内政的这种霸权的行径，这个老毛病应该改一改了。王毅还表示，经过不懈努力，被非法拘押1000多天的孟晚舟女士平安回国，有力伸张了公道正义。外界注意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发生在中美元首9月第2次通话的2周后，而在今年7月，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与来访的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的会谈中，就提出了一种判断、2份清单、3条底线，而孟晚舟事件就在中方列出的纠错清单里。有5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孟晚舟这个事情啊，是一个以3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的一种软着陆，是值得欢迎的一个进展。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律案件，这个政治操弄本身是为了打中国，但实际上呢，除了给中国造成一点麻烦，就是从中国公民的个人造成麻烦之外呢，实际上美国政府的麻烦反倒很大，拿不出那种充足的证据，也使他自己越来越下不来台。那么软着陆之后呢，等于这个排除了中美关系诸多麻烦中的一个麻烦。不止孟晚舟，中方列出的2份清单上的其他一些事项，包括放宽中国媒体驻美国记者签证限制等，也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2次访华，以及他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期间的沟通，并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美气候议题携手直接促成格拉斯哥峰会达成共识性宣言，也让外界看到了中美在全球性重大事务上合作的可能。中美在格拉斯哥的这个合作本身啊，产生了2重意义。一重意义呢，就是它拯救了这个全球气候合作的这个危局。再一个呢，就是说重振了当年习主席跟奥巴马合作达成了这个巴黎气变公约的留下来的政治动力。但是呢，美国现在是一切为了在竞争当中不让中国超越美国，因此呢，领域貌似还是这个领域合作，貌似还是原来的合作，但是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影响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作用了。但在具体对华政策上，拜登并没有放松施压。在经贸方面，迄今为止，拜登政府仍在对华关税问题上不松口，仅对一些医疗用品等关乎美国国计民生的重点物资进行了所谓排除。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月4日发表了各界期待已久的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讲话，提出了再挂钩和持久共存等新名词。
但这是否意味着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转向，外界仍难见乐观。对于特朗普时期滥用的实体清单恶行，拜登也采取了两面态度。一方面，对清单上的 TikTok 和 WeChat 予以事实上的放行，但另一方面，对中国3大电信运营商则实施了在纽交所摘牌的处理。外界认为这是金融战扩大的迹象。就在本月初，又有37家中国企业被列入清单，实体清单越拉越长，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广。在炒作中国威胁论方面，出现了美国不断造谣的新迹象。美方先后3次公布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都发现的所谓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卫星图片，但仔细判读就能看出，这些不过是风电场。下半年，美国军方高层转换话题，炒作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并夸张地声称所谓斯普特尼克时刻已经到来。中国外交部澄清，美方的所谓证据是例行的航天器测试。这么多假情报，让人怀疑美国情报系统不是蠢就是坏。拜登上台后还猛打民主人权牌，在涉疆、涉港、涉台问题上都动作频频，动辄玩弄长臂管辖，搞所谓制裁。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拜登上台后一面多次对中方表态称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打台湾牌。除了售台武器，还搞协助台军训练的小动作，不仅数次派出议员和现任官员组成的非官方访问团，乘坐美军的公务包机窜访台湾，还怂恿立陶宛这样的欧洲小国在代表处名称问题上搞小动作。涉疆问题完全是外部势力操弄出来的假新闻，美国却假戏真做，对新疆的太阳能光伏产品下毒手，还打压新疆棉花产业。值得注意的是，美方破坏新疆经济图谋注定失败。新疆今年前3季度 GDP 同比增长 8.8%， 远超美国同期的 2.3%。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等外部势力操弄涉港问题已经陷入穷途末路，但对于刚刚结束的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美国又拉五眼联盟发表声明耍嘴皮子。实际上，在香港国安法颁行后，外部势力已经失去了操弄空间。假新闻它是整个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谋局不止。实际上，美国对华的这种战略呢，由过去的这种所谓分化、西化、改造中国，变成什么了呢？要重新塑造国际环境来围堵中国。这一点呢，这个苏利文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改变中国，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也知道你现在想把中国搞垮是搞不垮的，但是搞不垮中国怎么办呢？他说要塑造一个对美国有利的、符合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国家利益的国际环境。就是说，我管你假新闻、这个真新闻。拜登还频频操弄所谓联盟战略，强打价值观牌，加大对华政治军事施压，即强拉澳大利亚与英国共组所谓 AUKUS 核潜艇同盟。美国又频频伙同多个盟国在南海、东海进行大规模联合军演。而美军先进核潜艇在南海发生撞山灾难，更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强烈关注与声讨。岁尾进行的所谓民主峰会，美方又刻意邀请台当局参会，但在峰会期间又上演了掐断台代表发声的闹剧。王毅在周一就表示，1年来的折冲和交锋再次说明，中美关系之所以遭遇严重困难和多重挑战，根本原因在于美方对中国的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误判。美方一些人内心不愿承认别的国家也有发展的权利，不愿接受中国不断壮大进步的事实，不愿认同中美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道理，试图拉帮结伙对中国进行围堵打压。美方的错误言行不仅严重损害两国人民利益，也严重冲击世界和平稳定。希望美方切实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践行承诺，取信于人，同中方一道探索两个大国的和平共处之道。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周二出席美中政策基金会举办的网上年度纪念活动时致辞表示，持续稳定发展的中国对美国不是威胁，而是重大机遇和利好。共同发展应该成为中美之间的重要公约数。我们希望美国尊重中国人民过好日子的权利，接受中国的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探讨中美之间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中美关系再重组已经来临了，而这个再重组呢，实际上是
中美关系大变局发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过去吧，咱们讲当今世界一超多强，其他国家也说一超多强，现在呢没人讲一超多强了，人们越来越讲中美两强如何如何。你现在出现了这种变局的时候，它一定带动各个方面都要重新调整。那么你再想想美国的思维状态、心态是什么呢？确实有可能超越，但是我就不能让你超越。台湾事部门承认，韩国政府因考虑两岸关系，取消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唐凤所谓在线演讲邀请。即在所谓民主峰会发生被美方强行掐话后，唐凤海外再碰壁意味着什么？朱松岭、刘和平点拨关键。周一，台外事部门称，韩国政府因考虑两岸关系，上周四临时取消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唐凤原定在2021第4次工业革命全球政策会议的所谓在线演讲邀请。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扬言已向韩方表达强烈抗议。韩国外交部官员周二就指出，此举是综合考虑各种条件后做出的决定。韩方与台湾地区保持非官方务实交流的基本立场不变。第4次工业革命委员会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于2017年颁布成立的，其主要职责是研议并协调人工智能与数据等新科技发展，从国家层级发展第4次工业革命相关产业。今年9月，该委员会邀请唐凤在12月会议的社会创新场次，以台湾的数字社会创新为题发表所谓演讲，结果被韩国政府临时取消。消息一出，台外事部门立即发布新闻稿，并宣称已召见韩国所谓驻台北代表处，表达强烈不满。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补充道，韩方是以电邮通知唐凤办公室临时取消所谓邀请，给出的原因是考虑两岸关系各层面。不过，韩联社报道称，韩国外交部事前没有得知唐凤将受邀出席研讨会。另外，对于中方是否介入此事的提问，韩外交部官员给出了否定回答。我想呢，这就反映出来韩方非常大的一个担忧是怕这样的一次会议台湾方面的演讲人夹带台独私货，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台独化，给中韩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岛内相关人士就认为，主要原因其实是之前唐凤在所谓民主峰会上的黑历史，让韩国感到不安。因为先前就唐凤在跟美国这边的线上的峰会那让美国认为说这个人呢是不合格的，因为呢他会让美国认为说有所谓的破坏了零意外的一个外交政策那所以南韩这边呢也取消了跟唐凤之间的演讲。本月10日，唐凤作为民进党当局所谓代表参加美国组织的所谓民主峰会时，因为发言过程中使用不同颜色标示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地图，其视频画面被美方当场切断，仅剩音频及一张职位介绍卡。发言最后，画面中一度出现免责声明，宣称在此表达的任何意见都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美国政府观点。有消息人士称，白宫快要窒息了。台湾《中国时报》讽刺唐凤是政治白目的极限，并表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即使坚若磐石支持台湾，也有其极限。对于民进党当局在涉美和涉韩前后不一的表态，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蔡正元就讥讽，美方关掉唐凤的演讲，民进党有抗议白宫吗？因为没有那个狗胆。一方面呢，就是台湾当局跟韩国的关系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密切。岛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势力对韩国甚至还存在一些偏见，而且呢，台湾当局也开始炒作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大陆的介入，要想通过打两岸牌给自己找回面子，同时呢，引导岛内的民众向着这个不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去做。唐凤一直是台湾的话题人物，原名唐宗翰，是一位跨性别者。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唐凤被认为是民进党当局的水军头目。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时，唐凤曾参与黑客团队架设相关网站，将运动期间的所有言论直接播出、记录和存档，煽动台独分子的气焰，进而帮助蔡英文在此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当选。2016年，唐凤被蔡英文当局招揽为台行政部门政务委员，负责督导数字经济与开放政府发展。按照台当局政治架构，唐凤的层级并不高，然而唐凤在蔡英文团队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港媒报道称，香港修例风波引发的暴力事件中，唐凤就坐镇指挥乱港网军兴风作浪。
就在演讲遭韩国放鸽子之后，台湾中天新闻就此事在街头进行了随机调查，给出的5个选项，超过一半的民众都选择了承认吧，台湾只是美国爸爸的一颗棋子。美国是爸爸，你不能得罪爸爸，所以美国人对你再怎么失礼，你也不敢讲话啊。在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挑衅后，立陶宛开始抱美国大腿。防长刚跑到美国签完军购协议没几天，总理西莫尼特又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不出意外，布林肯称美国会支持立陶宛应对中国的所谓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立陶宛还跑去向台当局索要回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表示，立陶宛应该正视中立关系出现困难的症结，从自身寻找原因，承认并认真纠正错误，而不是去抱美国人的大腿。美方也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停止颠倒黑白、煽风点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通话，谈及近期立陶宛对华贸易受到阻碍的问题。布林肯称，美国对此表示关切，并且会支持立陶宛，并重申美国会致力于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以应对所谓的中国经济压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表示，当前中立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立方。所谓中方有关部门停止为立陶宛货物清关、拒绝立陶宛进口申请的说法均不属实。赵立坚表示，美方罔顾事实，借机无理指责中方，根本站不住脚，只能暴露其挑拨离间的真实用心。美国是搞经济胁迫、军事胁迫的冠军，在世界上广受批评。中国一不动辄搞霸凌制裁，二不搞长臂管辖，三不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何来胁迫之说？试图耍花招、推卸责任、混淆视听，无助于解决问题。立陶宛应该做的是，正视中立关系出现困难的症结，从自身寻找原因，承认并认真纠正错误，而不是去抱美国人的大腿。美方也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停止颠倒黑白、煽风点火。应该说，除了政治上表态，然后经济上给一点所谓的好处以外呢，美国呢其实很难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可能会给立陶宛提供一些这个虚假的这种幻象。我想呢，这个立陶宛终究会发现，美国呢只不过是在利用立陶宛来实现他的对华政策的目标。立陶宛呢终究不过是美国对华战略棋盘上的一颗小小的棋子。今年11月18日，立陶宛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不顾中方多次抗议和交涉，批准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方迅速采取反制，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并暂停了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的所有业务。此后，立陶宛方面大肆渲染所谓中国经贸报复。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上周报道，该国精酿啤酒百年品牌沃夫郎在中国近10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宣告结束。本月初，立陶宛外交部对外声称，中国大陆海关似乎已经把立陶宛从系统中移除。本月9日，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又抱怨，中国已要求跨国公司2选1，与立陶宛企业切断联系。针对所谓中国要求跨国公司2选1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日前强调，中方一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行事，立陶宛背信弃义，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时向中方所做政治承诺，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开创恶劣先例，性质极为恶劣。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遭到来自中方的正当反制后，立陶宛四处求援。不过，美国给了一些精神支持后，只向立方提供一项6亿美元的信贷协议。立陶宛转而又向欧盟发出求救信号，但欧盟方面含糊其辞，一直未做出任何行动。一些欧洲企业也批评立陶宛的行为影响了欧洲企业，在经济上与立陶宛切割。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就批评称，个别国家与欧盟政策不相容，暗着一意孤行挑衅中国的立陶宛。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哈肯布罗西还表示，欧盟应该从立陶宛的行为上学到教训，成员国之间不应该打着欧盟的旗号去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更不该在惹祸上身之后让其他成员国来分摊成本。此外，立陶宛又去找台当局索要回报了。据台北时报周三报道，
立陶宛农业部一名高级官员正施压台湾当局，要求加快对立陶宛农产品的进口许可，以便在中国大陆实施经济制裁的情况下，从台湾市场获益。报道称，立陶宛农业部国际事务与出口行销部门主管凡库斯对外表示，中国大陆阻碍了大量立陶宛企业进入大陆市场。尽管台当局正在帮助这些农产品转运至台湾地区，但目前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他称，台湾是立陶宛农产品和食品的潜在市场，但仍有很多公司正等待台当局的进口许可证。因为若缺乏台当局要求的进口许可，没有企业下订单，问题依然无法解决。立陶宛呢会以这个为筹码，去向这个台湾方面呢，索要经济上的好处。我们看到，其实从一开始立陶宛方面在谋划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应该说这就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他看重这个台湾所谓在一些产业链上能给他带来的好处。他希望呢，借政治理由呢，去吸引台湾在相关领域的投资，要进一步打开台湾的市场。但是我想呢，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这个大陆和台湾两岸关系的这个基本的稳定性呢，应该说最终呢是会挫败立陶宛的各种的谋划和目的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布林肯同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通话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国务院批准向立陶宛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总价值达1.25亿美元。立陶宛之所以需要这笔军售，因为目前俄乌局势紧张，而立陶宛又站队美国一方。立陶宛扬言称将通过一切手段支援乌克兰，甚至会向其移交致命武器。俄罗斯卡内基中心网站分析指，在过去，立陶宛矛头主要指向俄罗斯，而在美国将对抗的重心转向亚太之后，立陶宛也亦步亦趋，紧跟美国的步伐。现在立陶宛之所以在俄乌问题上保持和美国的步调一致，还是希望美国能对立陶宛表达支持。好，将会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您认为美国国务院批准向立陶宛出售总价值达1.25亿美元的标枪反坦克导弹，那美方此时对立搞军售想干什么？我相信稍微有一点点国际地缘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美国向立陶宛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是冲着中国来的，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八竿子打不着的原因，无论中国与立陶宛在外交层面产生了多么激烈的冲突，它都绝无可能演变成为军事冲突。因此所有的明眼人都应该清楚，美国向立陶宛销售武器是冲着立陶宛卧榻之侧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而来的。这也就印证了我早前的判断，也就是作为一个跟台湾并没有多少经济瓜葛，更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瓜葛的国家，立陶宛之所以执意要在台湾问题上充当出头鸟，除了其在冷战期间曾经遭受前苏联统治，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情绪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立陶宛认为，截止目前为止，他们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与安全风险就是来自于卧榻之侧的强大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强出风头，就是为了投北约，尤其是美国之所好，向美国递交一份投名状，以便让美国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对冲掉来自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压力。而在我看来，要是没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立陶宛这是压根就不敢站出来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同样，接下来要是得不到美国与欧盟持续且强而有力的支持，光是凭借立陶宛的实力，未来他在跟中国扳手腕的时候也坚持不了多久。因此中国与立陶宛博弈的本质其实是中国与美国在博弈，而美国国务院批准向立陶宛出售标枪反坦克导弹，这更加清楚地证明了美国与立陶宛之间正在做一笔交易，即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站出来挑衅中国大陆，目的是换取美国在安全上支持立陶宛对抗俄罗斯。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立陶宛总理西西莫尼特通电话，关切所谓立陶宛货物进入中国卡关的问题，并重申美国将联合理念相近的国家对抗中国在外交、经济上的施压。
这个也就意味着中国与立陶宛围绕着台湾问题的博弈，尤其是中国与美欧围绕着反对立陶宛还是支持立陶宛而展开的博弈，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它甚至是刚刚才开始。中方动用了全方位与立体式的手段来惩罚立陶宛，并且这些手段是处于逐步升级状态下的。它说明为了惩罚立陶宛，中方并没有将立陶宛一棍子打死，尤其是没有跟立陶宛断交。中方的良苦用心仍然是为了迫使立陶宛回心转意，撤销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而不是要将立陶宛彻底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而美国对立陶宛的公开支持，这是为了抵消中方的努力。对韩方突然叫停台湾官员唐凤预定视频演讲，在当局表示所谓强烈抗议，您又怎么看？唐凤此前在美方所谓民主峰会发言被美强行掐断，一在海外碰壁，意味着什么呢？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舆论都在将韩方取消唐凤的视频演讲，跟早前在全球民主峰会上美国白宫官员掐掉唐凤演讲的画面，这两件事情相提并论。而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几个本质性的不同。其一是美国白宫官员掐掉唐凤演讲的视频画面，是因为蔡英文当局搞了表动作，也就是企图在画面中展示中国大陆与台湾一边一国这样的敏感图片，并因此而触犯了美国的一中政策，引起了美国官员的不快。然而在这次事件中，蔡英文当局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者至少是没有机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其二，美国邀请唐凤出席的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非常强的活动，而韩国第4次工业革命委员会邀请唐凤出席的，这是一个纯粹经济性的活动。以往蔡英文当局在国际上出席类似经济活动的时候，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而这一次却踢到了铁板。第三，在全球民主峰会上，美国白宫官员虽然掐掉了唐凤演讲的画面，但还是保留了其发言的声音，而韩国则是直接取消了唐凤演讲的资格。第四，在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白宫为了照顾蔡英文当局最后的脸面，选择了不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后来是英国路透社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而韩国则是公开宣布取消了唐凤的演讲资格，并且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样做是因为顾及到了两岸关系。也就是说，美方仍然是支持蔡英文当局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的，只是不想支持台独，而韩方则压根就不想让蔡英文当局利用韩国拓展任何的国际空间。因此这对于蔡英文当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韩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现实的考虑。因为中国有两岸问题，韩国也面临着半岛问题，而且在半岛问题上韩国有求于中国，尤其是即将卸任的文在寅总统正在全力促成韩朝双方签署中正宣言，以为自己的5年执政留下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而要签署中正宣言，没有中国在背后做朝鲜的工作，甚至是没有中国的直接介入，是不可能完成的。而韩国在介入台湾问题上保持高度克制，也就再度印证了我早前的一个判断，即在美国正极力拉拢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打造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大背景下面，中国积极介入半岛问题也是一张可以撬动亚太局势反制美国印太战略的一张牌。说得更具体一点，我认为介入半岛局势是中国分化瓦解美国结盟战略的一张牌，它可以在日本与澳大利亚已经完全倒向美国一边的情况下，确保韩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或者至少在加入印太战略与介入台海局势上不得不有所顾忌。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有多位民代透露，台船以200多万美元的价格原定在今年4月取得土耳其政府关于鱼雷诱标等输出许可，但迄今没有下文。这一军购案可能打水漂，沦为一桩弊案。
而台军方此前多次表示，潜艇台造的红区装备全已到位，如今看来水分不少。据台媒报道，有民代透露，这项合约牵涉智鸿科技任中介角色，由台船与智鸿科技签约，包括要取得土耳其 Aselsan 防务公司的鱼雷诱标与相关雷达。原本台船、智鸿、Aselsan 防务公司三方约定要在今年的4月16日取得土耳其政府的输出许可，但迄今仍没下文，明显违约。Aselsan 公司是土耳其武装部队的主要承包商之一。该公司的鱼雷诱标可以有效抵抗所有主动、被动以及声导组合模式下的鱼雷威胁。据报道，台船虽然要求解约和退回200万美元的预付款，但 Aselsan 却仅回复正与土耳其政府高层开展会谈，既不退回已经到手的款项，也看不到输出许可。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受访时质疑，台海军多次宣称自造潜艇的所有红区装备输出许可均已到手，由此来看，相关说法显然并非事实。还有民代质疑，全案可能打水漂，沦为一桩弊案。还有岛内人士质疑，台湾自造潜艇此前传出采用美国洛马公司的战斗系统，声纳则是采用美国 L3 公司的系统，为何鱼雷诱标却独后土耳其公司？未来要如何整合，在尚未厘清前，只能说水深难测。因为具体从潜艇的技术来讲，那土耳其方面可能在全世界的排名排的并不能前位，那么因此呢，这个选择我们可以认为它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性能，而是可能是更多的比如说利益方面的考虑。岛内的某些政治人士可能跟相关的企业之间有一些这个台面下的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岛内的一些政治人物或者军方人士呢，能够从中获利。周三上午，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在台立法机构备询前受访坦诚，目前鱼雷诱标案确实面临小卡关。不过，对于他们先前曾说红区装备全已到位，而鱼雷诱标却属于这一范畴，他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表示潜艇自造工作艰巨，常会遭遇突发状况，但每项工作推动前都有备案，有时候会有风风雨雨，但都会面对且采用备案。到目前为止，建造都按照进度推动中。11月16日，台湾海军发布消息称，其首艘自造潜艇举行安放龙骨典礼。台海军潜艇部队于1973年组建，最先装备的是1974年美国提供的2艘淡水里级潜艇，即海狮号和海豹号。10多年后，台军又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从荷兰购回了海龙号和海虎号2艘海龙级潜艇。直到现在，台海军现役的还是这4艘老爷艇。来自荷兰的海龙号、海虎号已经服役超过30年，而来自美国的海狮号和海豹号更是年过70。在全世界仍在役的潜艇中，年纪最大，早已不再出海，只能在港口作为训练艇使用。蔡英文上台后，不断宣称要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强化所谓防务自主，就包括台建台造、潜艇自造。2016年底，台防务部门正式为名为海昌计划的潜艇自造计划编制预算，计划斥资30亿美元建造8艘排水量1200至3000吨级的常规柴电动力潜艇，谋求用这些潜艇建立现代化的水下战力，并且使台湾地区掌握建造先进潜艇的相关产业。有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自造潜艇的理想的确很丰满，但靠其自身根本解决不了大量的技术问题。其实包括从最基本的潜艇设计，这个不是它自身有能力设计的，那么它的设计要外包，然后它的一些关键设备，我们说包括声纳呀这些，甚至可能潜用的一些主机系统，可能甚至连弹药都是外包，就是它整个只能说最多能够到来料组装的程度，所以实际上这个潜艇没有多少是跟这个我们说台湾岛内相关。根据台媒报道，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资源，给自己拼凑出一型能用的潜艇，台湾将所需技术分成了红、黄、绿3个等级。绿区是台湾可以自行掌握的技术，大约只有建造潜艇所需技术的10%。黄区是目前台湾没有，但是只要努力一下，有希望成功掌握的技术。红区则是台湾没有研制能力，必须向外引进的技术。这次爆出的土耳其鱼雷诱标弊案就属于红区范畴。上周四，公众号侠客岛发表题为《多国秘密帮台湾造潜艇，没一家敢承认》的文章提到，
路透社爆料，包括美、英、澳、印、加、韩以及西班牙在内的至少7个国家正在秘密协助台湾造潜艇。台湾岛内军事专家还煞有介事地给7国分了工。美英澳联盟成员国协助构型、设计及输出红区装备，印度、韩国提供技术支援，使用柴电潜艇的加拿大、西班牙是技术合作伙伴，提供咨询。但消息被曝光后，被点名的国家都给予否认。韩国更是第一时间站出来，连说我没有，称青瓦台正调查谁违法，给台湾提供相关协助。台湾联合报揭露更多细节，说有的国家担心技术和设计被台湾获取，派出特工向参与项目的工程师施压，迫使其离职回国。加克岛评论道，各方都不傻，他们很清楚，一旦消息公之于众，将承受中国大陆怎样的压力。1981年，荷兰批准向台当局出售潜艇，中国政府随即将2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直到荷兰修改决定后才恢复。之后，荷兰再没有批准台湾增购同级潜艇的提案，帮助台湾以武谋独注定失败，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必会玩火自焚，这可绝不是一句空话。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2022年的防卫预算或将再创新高。今年8月，民进党当局的相关部门已经完成2022年度的防卫总预算，达3726亿元新台币，比前一年多了3%。同时，防务部门又额外规划了2000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主要用于自制导弹和舰艇的经费支出。但该预算案在已经获得蔡英文批准后，因为所谓4大公投而被推迟。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民进党党团周二携绝对多数优势，在立法机构会议以突袭表决方式通过将明年度台当局总预算案公务预算部分自委员会抽出，逕付二读。这是岛内史上首度以逕付二读方式处理总预算案，而逕付二读形同绕过审查，遭到在野党团同声痛批。好，新闻话题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你好。台媒称，台军方向土耳其公司支付200万美元预付款，想买潜艇用的鱼雷诱饵和雷达，但又当了凯子，预付款打了水漂。那您对此怎么看？从这件事呢，可以看出台当局所谓的自己建造潜艇就是个笑话，因为台湾地区呢根本没有自主建造潜艇的能力。鱼雷诱饵和雷达呢，只是潜艇众多子系统中技术含量并不高的2项，台湾地区呢都无能力自己解决，还需要外购。可想而知，其他更关键的子系统就更无能力呢自己解决了。所以台湾地区所谓的自造潜艇，实际上呢是大多数的子系统都从外面采购，然后呢自己拼装起来而已。这样做呢有2大弊端，一是逐项外购导致潜艇的造价奇高。台湾地区要造的是2500吨级的中型常规潜艇，单价呢却高达1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8000吨级弗吉尼亚级核潜艇75%的造价。二是兼容性差，质量无保证，七拼八凑而来的子系统呢是无法浑然一体的，甚至呢公差都不同，组装困难，质量呢就更不用提了。其次是台湾地区装备外购注定的是冤大头，因为除美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呢敢公然向台湾地区呢出售军用装备。台湾地区没有任何的议价权，能偷偷摸摸的买到都不错了。然而呢，这样做不但会被宰，甚至呢，最终根本拿不到的可能性也极大。如果这次的子系统外购如台湾媒体报道的情况，那一点都不奇怪。台当局幻想将潜艇当作以武拒统的所谓王牌，那对此您如何评论呢？利用潜艇抗拒两岸统一呢，那是痴心妄想。潜艇呢虽有水下杀手之称，但其在作战时呢，对外部条件呢依赖很大。如果使用条件呢被破坏，那么潜艇也就无法发挥作用了。比如潜艇基地一旦被毁，潜艇呢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能力，后续作战呢也就无从谈起了。潜艇呢在水下活动，声纳的探测范围呢有限，需要外部的信息支持，这就需要呢很强大的水下通信能力。显然呢，台湾军方呢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如果上浮接收信息呢，那么潜艇的暴露率将显著增加。常规潜艇呢，在水下活动时间短，需要经常上浮充电，这同样增加了潜艇的暴露率。台湾海峡呢，水下条件复杂，而且呢水浅，
不适合潜艇活动。西太平洋呢虽然水深，但是面对立体化的反潜打击力量，潜艇呢很难随意活动。现在呢，解放军对台军的优势越来越大，在战时呢可以夺取和掌握制空制海权，能够摧毁对方的潜艇基地，使台军的潜艇成为没有窝的游魂。解放军强大的反潜体系呢，使台军的潜艇不敢上浮充电通信，即使待在水下呢，也不敢随意机动，否则上浮就是死，机动呢也是死。也就是说，面对解放军越来越强大的体系化作战力量，台当局呢指望几艘潜艇来以武拒统，门都没有。民进党当局又盘算政治操弄明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程序，您对此有何观察？民进党这么做呢，是跳过实质性的审议程序，试图强行护送呢总预算案过关。这也让所有人更加看清楚了民进党假民主真独裁的真面目。而民进党呢这么做也是其心虚的表现，说明这个新年度总预算呢充满了猫腻，所以才不敢走正常的审议程序。在这个新年度总预算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军事预算，加上特别预算的话，高达4600亿新台币，约合1055亿人民币。民进党呢现在幻想的以武拒统，在军事上呢投入越来越多的费用，但是军事预算呢如何用，想用来采购和发展哪些武器装备民进党呢显然是不想让其他的在野党知晓的。这也就是说，民进党呢想通过对军事预算的安排，把台湾军队呢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呢，民进党越是蛮横，将越发的丧失岛内民心。好，谢谢石洪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